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最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地震。短短几天内，又一家千亿房企黯然退市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这已经不是新闻了。大家听听这组数据，从2023年初到现在，已经有23家上市房企退市，光是2024年这几个月就有10家。这次轮到的是谁呢？曾经的黑马祥生控股。11月11日早上9点，港交所悄无声息地把祥生控股的股票代码给摘了。这家公司啊，说它是黑马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我给大家扒一扒它的发家史。他们老板陈国祥是浙江诸暨人。1995年创办祥生地产的时候，谁能想到这个从酒厂工人干起来的老板能把公司做到1000亿规模，在诸暨当地啊，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一部祥生史，扮作诸暨城，老百姓都叫他陈半城。来看看这些数字，2015年祥生地产销售额突破100亿，2018年更是暴涨到1029.2亿，一跃成为行业前30强。2020年上市的时候，市值167.7亿港元，陈国祥家族手里的股票值110多亿，直接荣登福布斯富豪榜。但是好景不长，2021年北京开始搞3道红线，祥生控股一下子就踩中了2条。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快，2021年的一天之内，市值蒸发了50多亿港元，到了2022年3月，连利息都还不上了。去年因为发不出财报被停牌，今年就这么退市了。这么大的公司说倒就倒，但更吓人的是，它压根不是个案。就在10月29日，一天之内就有3家上市房企宣布退市：嘉园国际、大唐集团、大发地产。大唐集团更惨，上市还不到4年就凉了。咱们来算算这笔账，近几年违约的上市房企超过60家，目前停牌的还有碧桂园、中国恒大、融信中国等10多家大佬。这些公司以前随便报个销售数据都是几千亿上万亿，现在呢，连年报都发不出来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现在还在吹房地产回暖的，除了那些官老爷，就是一些专家了。且不说这些退市的公司，就说最新的交易数据。前10个月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跌 10.3%， 新房销售面积更是暴跌 15.8%， 住宅销售额直接跌了 22%。 最要命的是房价。路透社算了一下，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同比跌了 5.9%， 创下2015年以来的最大跌幅。这还是官方数据，现实可能更惨。官老爷们天天喊着房价回稳，触底反弹，可市场根本不买账。正所谓一家倒下去容易，整个行业站起来难。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个公司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了，而是整个行业都在走下坡路。以前炒房的时候，大家总说房住不炒，现在倒好，不光炒不动了，连住的人都不敢买了。说完了这些大房企的倒闭潮，咱们再来看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白菜价房子。各位听好了，这个新闻简直让人不敢相信。山东乳山银滩一套42平米的2室1厅海景房，11块钱就拍出去了。这可不是段子，是实打实发生在阿里拍卖平台上的事。11月8日，这场拍卖可热闹了。起拍价1块钱，3801人报名竞拍，差不多7万人围观，最后11块钱成交。可别以为这是个例，我特意去查了一下乳山的房价数据。贝壳找房显示，银滩区域现在最低单价只要869元每平方米，而且这还是挂牌价，要真有人买，肯定还能往下砍。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个价格已经比东北鹤岗还要鹤岗了。可你猜猜看，这里的房价巅峰时期是多少？均价7500元每平方米，部分房源甚至破万，从7500跌到869，跌幅高达88%。
这哪是膝盖斩，简直是腰斩的腰斩。说到这，肯定有朋友会问，这好歹是海景房啊，怎么会跌成这样？我给大家说说这里面的猫腻。这个乳山银滩当年可是被吹得天花乱坠，什么天下第一滩、中国最美海岸线、东方夏威夷，营销词儿一套一套的。光是海景还不够，他们还说这里是长寿之乡，说是90岁老人随处可见，空气好的能治病。结果呢，本地人告诉我，这里连个像样的医院都没有，更别说什么娱乐设施了。5家医院里面没有一家是3甲，连个电影院都没有。你说这样的地方，除了看海还能干啥？但最恐怖的是，就这样一个地方，在2007年到2010年间，硬是建了562万平方米的房子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按照40平米一套来算，差不多14万套房子。乳山市区常住人口才多少？2020年数据也就65万人。这不是给人住的房子，这是给海鸥住的吧？其实不光是乳山，全国各地的海景房几乎都在暴跌。广西北海从2019年的7368元每平方米跌到现在的4794元每平方米，跌了35%。惠州大亚湾更惨，光是今年10月份环比就跌了20.2%，同比暴跌41.7%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提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年轻人的就业问题。2025年，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222万，又是历史新高。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房住不炒了，而是有没有钱住的问题。有统计学者算过，现在70个大中城市的实际房价跌幅可能已经达到6.2%。官老爷们天天喊着什么稳楼市、保交楼，结果呢，一个月比一个月惨。前10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跌了10.3%，房屋施工面积跌12.4%，这哪是什么触底反弹，分明是在找新的地板。最讽刺的是什么？就在这些数据出来的同时，住建部的新闻发布会还在那说房地产已经止跌回稳，形势一片大好。我就想问问这些官老爷，既然形势这么好，那你们为啥要大张旗鼓的搞什么保交楼运动？说是今年已经完成了246万套烂尾楼的交付。那我问问你，全国到底有多少烂尾楼？党内自己的统计说是900万套，外媒说有2000万套。就算按900万套算，现在才完成不到1/3，有什么好夸的？而且最严重的郑州，106个烂尾楼盘涉及60万居民。年初设定的目标是交付6万套，结果到现在连个进度数据都不敢公布。再看看最新出台的那些就是政策，降首付、降利率、放松限购，可市场反应呢，冷淡得很。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普通的信心危机了，而是老百姓对整个经济前景都失去了信心。就像有经济学家说的，中国经济空转即将进入第4年，现在大家已经从对房市没信心，转变成对经济没信心了。说到底，房地产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房子能不能卖得出去的问题了，而是关系到千家万户能不能安居乐业的大问题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开发商没钱了，银行不敢贷了，老百姓不敢买了，政府又不愿意真金白银的补贴。这样的恶性循环，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？这么说吧，如果连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都解决不了，房地产市场就永远等不来春天。因为买不起房的年轻人，怎么可能去接盘这些高价房呢？但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这些失业的年轻人会不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？你看，连郑州大学生搞个夜骑开封这么单纯的活动都要被取缔，官老爷们害怕什么？还不是怕民间的不满情绪通过各种方式爆发出来。可是你把民众的声音压下去了，问题就解决了吗？眼下这个局面真是让人看不到头。不知道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中国人又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楼市呢？